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危险且会损害身体的食物汇总这个课题。我想传达给大家的观点很简单，确实有一些食物是我们不应该食用的，但即便我们明白这些食物有害，许多人依然难以抗拒。即使我们知道零食不健康，甜品会损害身体，拉面对健康不利，仍然会忍不住想要享用。这时，人们常常会陷入自责的循环，明知道不该吃，却还是吃了。我真的很没用。减肥期间还偷吃甜点，我是不是缺乏意志力？然而，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这并不是您的错。许多人可能会疑惑，明明知道有害，为什么还是无法停止呢？这种现象实际上源自人类的本能，与我们祖先的生活密切相关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与生存方式，一起探讨这些食物为何如此上瘾，寻找背后的原因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穿越回远古时代，一同揭开谜底吧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古代不存在高热量的食物；第二，危险且会损害身体的食物汇总；第三，如何戒掉这些危险的饮食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古代不存在高热量的食物。大家知道吗？如今全球肥胖人口正在不断上升，肥胖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健康问题。然而，这种现象在古代是不可能出现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古代没有便利店、超市，人类无法轻松随时去获取食物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们总是处于饥饿的状态，每天都在为生存而四处寻找食物。正如安德斯·汉森在畅销书《一流的头脑》中解释的那样，我们对高热量食物的欲望其实是进化的产物。汉森是一位在全球医学领域发表了超过2000篇研究论文的专家，他的观点极具权威性。他指出，我们的祖先生活在无法稳定获取高热量食物的环境中，因此当偶然找到食物时，必须立刻吃掉，以避免被他人或动物抢走。这也是我们今天仍然对高热量食品爱不释口的原因。在古代，食物稀缺且无法储存，如果错过了一次机会，就可能面临着饥饿甚至死亡。因此，祖先们会抓住每一次机会，尽可能多的进食。例如，当他们发现一棵结满苹果的树时，他们不会只摘一个，而是会尽量吃光所有的果实，因为第二天再来，苹果很可能已经被吃光了。这种逮到机会就吃的生存本能，经过漫长的进化，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我们的基因中。在200万年前，人类的消化系统和食欲中枢在狩猎采集的环境中逐渐进化。当时，食物不仅匮乏，而且大多是低热量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大脑会促使我们在见到高热量食物时，就立刻吃掉，并反复提醒，现在不吃的话，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。因此今天，当我们看到薯片、饼干等高热量零食时，即使不饿也会忍不住想吃。人类对糖类的依赖也是进化的一部分。很多现代人已经陷入到了糖类成瘾的状态。在古代，如果血糖过低的话，人类会面临生命的危险。因此，大脑会发出指令，一旦有机会，就必须尽快摄取糖类。这也是为什么甜食总能让人欲罢不能。即便我们不爱吃蔬菜或鱼类，但很少有人会拒绝米饭、面条或甜点。当我们摄入糖类后，血糖会迅速上升，大脑随即会分泌出血清素和多巴胺，让我们感受到快乐。然而，这种奖励机制的初衷是帮助人类在食物稀缺的时代生存。但如今，糖类随处可得，这导致许多人陷入到了糖类成瘾的恶性循环中去。现代食品制造商非常清楚大脑对糖类和高热量的渴望，因此不断设计出让人上瘾的食品。这些食品虽然对健康有害，但却能带来短暂的愉悦感，刺激消费者反复进行购买。销量越高，企业的利润就越多，因此他们会尽力开发出那些让人停不下口的产品。如果我们一味地满足大脑的欲望，
长期食用这些高热量的食品，最终会导致肥胖、糖尿病等问题。而这些疾病在古代是不存在的，它们是进化本能与现代生活矛盾的产物。我们对高热量和糖类食品的渴望，其实源自远古时代形成的生存策略。然而，在食物极度丰富的现代社会，我们需要认识并管理这些冲动，否则，过度放纵将导致肥胖和一系列的健康问题。今天的生活条件已经大大改善，我们不再需要为了生存而拼命进食，但学会掌控计划赋予的欲望，是我们保持健康、应对现代挑战的重要一环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危险且会损害身体的食物汇总。在这一部分，我们将通过科学证据介绍几种特别危险且有害健康的食物。虽然你可能已经听说过这些食物，但希望通过此次讨论，大家能够下定决心不再食用，以提高自身的健康意识。这些有害健康的食物是：1. 低脂食品；2. 超加工食品；3. 加工的红肉；4. 油炸食品；5. 添加糖的食品。接下来，我将逐一解释一下每一种食物。第一种食物：低脂食品。低脂食品的流行源于一个普遍的误解，即脂肪会导致肥胖或者对身体有害。实际上，脂肪是维持身体健康的重要营养素，并不会直接导致体重的增加。全球的共识已明确表明，摄入适量的脂肪对健康是必须的。相反，极端减少脂肪的摄入，可能会导致脂肪的不足，从而影响身体的健康。为了改善口味，许多低脂食品往往会添加大量的盐、糖和化学调味剂，这些成分对健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。因此，如果非要购买低脂食品时，请大家谨慎选择，务必仔细查看配料标签。第二种食物：超加工食品。虽然我们对加工食品已经不再陌生，但超加工食品是加工程度最高的一类。这类食品包括杯面、零食、甜点、披萨、热狗、蛋糕、饼干以及高糖饮料等。超加工食品中的糖、油脂和淀粉会加速人体的衰老过程，还会缩短细胞的端粒。端粒越短，患上癌症或2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就会越高。此外，超加工食品容易导致过量摄入，从而引起体重的增加。研究表明，每天食用4份以上超加工食品会让死亡率增加62%，而每增加1份超加工食品的摄入，死亡风险也会增加18%。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，超加工食品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破坏。因此，为了保持年轻、健康并延长寿命，减少或避免食用这类食品至关重要。第三种食物：加工红肉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讨论加工红肉这种对身体有害的食物。这个话题早已广为人知，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。那么，加工红肉具体指的是什么呢？加工红肉是通过腌制、干燥、发酵或其他加工方式来增强风味或延长保存期限的肉类。常见的加工红肉包括热狗、火腿、香肠、咸牛肉、牛肉干、罐头肉，以及各种肉类调制品和肉鸡酱料。根据对超过150万人的6项研究综述，定期食用加工红肉会显著增加以下健康风险：心脏疾病、癌症，尤其是结肠癌和早期死亡。这些数据确实令人十分震惊。因此，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加工肉的摄入。您可能不知道，加工肉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一类致癌物，这意味着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其对人类有致癌的风险。这一结论得到了科学的有力支持。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详细探讨相关的专业细节，但需要强调的是，避免加工红肉是对健康负责任的选择。第四种食物：油炸食品。相信很多人偶尔会吃油炸食品，这个话题确实值得我们深入探讨。我们之前发布的许多视频中已经详细介绍了油炸食品的危害，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的总结一下。食用油炸食品会在体内引发广泛的炎症反应，进而增加多种疾病的发病率，并导致体脂率上升。
因此，我们强烈建议大家减少油炸食品的摄入频率，尤其是那些来自外面餐馆的油炸食品。第5种食物，添加糖食品，这是一种对身体极具破坏性的食物。大家应该已经意识到，像精制糖这样的糖类对健康是有害的，这几乎成为了一个常识，因此通常不需要多加赘述。然而，考虑到今天讨论的是危险且会损害身体的食物，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一下添加糖食品的重要性。这些食品可以被视为健康的恶魔选择，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添加糖食品，我们都应尽量避免摄入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如何戒掉这些危险的饮食习惯。在第2部分，我们已经讨论了5种危险且会损害身体健康的食物。为了保持健康，建议首先避免这些食物。但正如之前所提到的，这些食物之所以难以戒掉，是因为它们刺激了我们大脑的本能欲望，有些甚至可能会导致成瘾。接下来，我将分享2种实用的习惯管理技巧，帮助大家减少对这些有害食品的摄入。方法1：设定惩罚。我们之所以难以戒掉坏习惯，往往是因为缺乏及时的惩罚。例如，即使偶尔吃一点超加工食品，身体也不会立刻感到不适。因此，我们容易产生就吃一点没关系，或就今天破戒一下的想法。虽然不良的饮食习惯可能在未来导致健康的恶化，但未来的惩罚往往难以促使我们立即改变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为自己设定一些惩罚，制定合理的规则，以有效打破这些不良的习惯。例如，如果每次吃超加工食品都要受到惩罚，或者设定一笔罚款，我们可能会更加谨慎地选择饮食。方法2：让执行变得不可能。另一个有效的方法是让坏习惯变得无法执行。比如，有人因为睡前玩手机而失眠，那么解决方案就是将手机留在办公室，这样回家后就无法再玩手机，自然也不会失眠。同样，如果您经常在睡前忍不住吃加工食品或垃圾食品，就不要在家中存放这些食品。如果家里没有这些食品，您就只能出门去购买。而在很多情况下，超市晚上是关门的，这样就能避免睡前的暴饮暴食。当然，如果您居住在大城市，附近有24小时便利店的话，这种方法可能不太适用。但如果您住在只有普通超市的地方，这一办法会非常有效。无论是通过设定惩罚，还是让坏习惯变得无法执行，这些方法都能帮助您戒掉不健康的饮食习惯。希望大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，制定适合自己的策略，从而远离今天介绍的这些危险的食物。通过这些方法，您将更容易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